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优图魔玩工作室最近刚刚现货的聚会人图，或者我们比较喜欢叫它屠夫。这款角色呢，从外观来看呢，基本上就是可见一斑了。身上呢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古狂素体，然后在这个素体的基础上进行了新规的头雕，然后这样一个异化的皮裙，一对新的武器，再加上皮手套和一对鞋子，就是这款玩具的全部内容物了。然后这边有一张头卡，给大家简单看一下。眼睛呢有发光的这个处理，这边呢在实物表现上是做了这个紫光灯的效果。我们这边把灯光关一下，然后拿这边蓝灯照射一波，就可以看到眼睛有发光效果啊。但是呢，我这边其实为了拍摄方便啊，还是把这个手机的亮度调得比较高，大家就将就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重新打开灯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细节。还是老样子啊，我们在镜头面前360的去旋转一下这款玩具。身高方面的话呢，大概是在16公分，我没有把它完全站直啊 ，A 字站立就是16公分的样子，可以跟大部分的1:12比例玩具进行尺寸上面的配对。两把这个大刀，一把是这种砍骨头的这种砍刀，另外一把是类似于锯齿状的这种剔肉刀。那看到侧面呢，就可以看到了，基本上还是之前的骸骨狂暴的这个素体，比较宽的肩膀，然后背后的这个插孔依旧是可以通用之前的狂暴鬼兵系列里面的这样的这个替换零件，或者说这种通用接口。靴子方面的话呢，也有做出这些这种钉刺或者说尖刺化的这个处理。整个上面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个涂装，我觉得都是集中在这个围裙上面，也就是说看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接下来一点一点来看身上的这个细节。首先呢，这个头雕部分我们拉近一下镜头，然后聚个焦。这次头雕部分呢，其实是一个完全新规的零件。下巴上面是由类似于这种囊肿或者说肿块的增生物一样的这样的细节。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细节看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头顶上面仿佛是带着这个受难的荆棘项圈啊，就是一个头箍。这个头箍呢，如果说它的牙齿部分还有它的这个头箍部分都能像头卡这样，然后做出一定程度的血迹处理，我觉得会好一些。然后包括呢眼睛的这个荧光效果，如果说在普通的这个涂装上也能够做出这个类似于比如说用一个非常亮的白色作为眼睛中间的这个高光，然后把整个眼窝全部涂成就是头卡的这个样子，我觉得会更加符合我的胃口一些。不过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造型会显得过于血腥了，这一点呢见仁见智，主观评价吧。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次非常耐看的，同时呢也是怎么说呢，细节上非常刺激的这款围裙啊。在设定上来说呢，这个围裙明显是怎么说呢，接受了亚空间的邪能的这个洗礼啊，已经从普通的这一件围裙变成了一个可以张开嘴吃人的这样一个怪物了，已经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被附魔的生命体了。两边的这个背带扣呢，一边有点像惊声尖叫的这个面具，另外一边呢有点像那种笑嘻嘻的一个鬼面。反正看起来呢，怎么说呢，就是细节方面呈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打底色呢应该是这种类似于皮肤色，仿佛呢就是像人皮客栈或者是像这个皮脸，就是德州电锯杀人狂里面的那些角色一样，把这个受害者的皮肤然后做成了这种围裙，然后披在自己的身上，最终异化之后呢变成了一个怪物。上面的这个眼睛的涂装呢也是非常的精致，无论是打底色还是这个血色以及高光，都是把这个血肉的感觉给凸显出来了。顺带一提这上面用的是 PVC 的软胶零件，但整体的细节并不发肉，包括呢这个红色的就是又有点像链球菌，又有点像这种被撕开的这个脂肪组织的这个裙摆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带劲儿。
然后看到这边的手套部分，手套部分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传统的隔热手套。当然呢，屠夫嘛，或者说如果说你在这种切肉的场所啊，经常切肉的朋友呢，可能会对这种道具比较熟悉啊。然后看到这个背面这个尖刺的这个地方还做了一定程度的阴影涂装，又像是聚起了武装色的霸气，看起来非常的就是邪气满满，又有侵略性。然后再看到这边的这个骨刺大刀啊，我觉得自洗的部分反正就恰到好处吧。当然我更希望作为这个角色来说呢，能够多一点血色的这个涂装，可以让这个角色呢，就是怎么说呢，把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些。不过目前我觉得整个涂装收敛一些，可能在这些零部件去跟其他的玩具进行联动把玩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吧。但整体来说，我觉得目前的这个涂装已经足够让人满意了。然后看到下半身的部分，就是它这个靴子，这个靴子是个行规零件。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做出那种类似于他们家这个古蒙一样的套脚靴，而是在下面喷了一层这个高光，或者说是类似于让大家以为这里好像套着一个骨头一样的脚板，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它只是一个零件直接插进去了，这一点稍微有些可惜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反正 DIY 的时候有这个零部件，然后呢去跟其他的脚底板进行替换也是 OK 的。那顺带一提这个素体呢可动性方面我们简单来玩一下，因为这个围裙呢会让它的整个胸腰关节的可动受到限制，但是其他部分呢，比如说脖子这边一个球形关节的可动，360的旋转，左右歪头没有问题，然后呢抬头旋转呢，包括把这个角度倾斜过来，彻底这种断脖子歪头看你这种比较瘆人的表情也都是可以做出来的，这一点的可动性不用多说。然后其他的部分呢，球形的这种肘关节360的旋转，大回环，包括二头肌的弯曲呢，因为它是骨头嘛，同时呢又要做出这个镂空的耻骨和脑骨的细节，所以说对折之后呢是超过90度，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你调整角度的话，弯折幅度呢还能更大一些，我觉得已经完全够用了。胸腰关节本来这边是设计了一段旋转，然后再加上了一段这个球，但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呢，挺胸弯腰的幅度呢都是可以做，还都是可以做的，只不过弯腰之后呢，这边的背带呢就不是特别服帖了。下方的这个腰带呢，它其实是做出了一个类似于卡圈一样的套圈的这样一个结构，去套在它的这个盆骨的边缘上面。这样套好之后呢，这边就固定的比较紧实了，当然取下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想 DIY 其他的角色，他们家的这个素体也都是通用的。下半身部分呢，前裙甲虽然是软胶零件但是目前的温度还没有特别高，还是有一定硬度的，所以说你前踢会受到干涉。但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你也不太需要前踢，你只要做出这种非常癫狂的这个姿态就已经足够好看。同时呢也有压迫感，而且如果放在你的柜子里面，绝对是一个狂气十足的角色。如果说哪里比较不足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个角色如果说能把他的这个嘴部这个下颚的地方像之前的素体一样都做出下颚的可动的话，我觉得这款玩具的可玩性以及表现力会更上一层楼一些。同时呢，这边刀刃上面我可能会自己用笔刷弹一些血渍的这个涂装，会让整体的这个观感更加生动一些。最后呢，我们拿出他们家还有其他的这个玩具素体做一下身高上的对比。比如说目前呢说到骨狂素体的话呢，我这边也有骨狂素体反正就在手边。你看这边的这个红色骨狂，其实身高方面呢是跟它差不多的。然后这边是骨柱素体，也就是矮人素体。矮人素体的话呢，大概身高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横向对比来看一下，身高方面，其实它个子还是挺高的。如果说拿出 Marvel Legends 的小蜘蛛来说的话呢，它会比小蜘蛛高出半个头的样子。再拿出他们家自研的这个猴子素体，我这边是拿的百元夜行里面的这款猴子，身高方面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拿出最近刚刚跟大家去做过视频的四骑士破粉者，
身高方面的话呢，会比一般的四骑士的装甲人偶要稍微矮上一些，但是整体比例还算是比较和谐的。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款玩具无论是在可动方面，还是说在这个造型设计方面，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如果你喜欢这种比较怪诞的这个风格的话呢，也可以在公众号或者说下方的这个链接上面去看一下这款玩具的相关背景故事。整体来说的话呢，我是觉得这款玩具还是非常对我的口味的。可能最近常规的玩具玩多了，就是想玩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角色吧。那今天晚上分享就到这边，我是特阳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